2015年，英格兰媒体几乎全体震惊：曼城疯了吗？7500万欧元买一个切尔西淘汰的废物，穆里尼奥都不要球员，凭什么能在英超立足？新闻标题充斥着质疑、嘲笑，甚至是恶意，仿佛德布劳内的职业生涯已经注定失败。但他没有争辩，没有解释，他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冷冷地打下了一个词 ：Oops。几年后，他站在英超之巅，拿下无数冠军，成为世界最佳中场之一。那些曾经嘲讽他的人，如今只能沉默。但如果你认为他的故事仅仅是一个逆袭的童话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一路走来，他经历过被寄养的孤独，被爱人的背叛，被切尔西无视的愤怒。而他的传奇，从一个沉默寡言的比利时男孩开始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聊凯文·德布劳内的故事。球场上，德布劳内总是充满激情，甚至脾气火爆。可在球场下，他却是另一个人，安静、沉默，几乎从不主动开口。他不喜欢热闹，不擅长社交，更喜欢一个人待着。这种孤僻的性格和他的童年密不可分。他的父母因工作繁忙，常年无法陪伴在他身边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孤独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——足球。他常常独自一个人踢球，一次次练习、尝试、挑战自己。德布劳内是一个极度认真的人，他最初觉得学习语言很重要，就认真学了2年拉丁文，把一切都当作挑战。可随着他对足球的热爱越来越深，他把这种执着带到了球场上，开始疯狂的训练。6岁时，他加入家乡的业余俱乐部德隆恩青训营，但仅仅2年后，他就有了新的想法。他们教不了我更多东西了，我要去更高的地方。8岁的他主动找到俱乐部，提出想去职业俱乐部的青训营。他教练也看出了他的潜力，于是帮他联系了比利时甲级联赛的根特俱乐部，让他获得了一次试训机会。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他轻松通过了试训。8岁那年，正式成为根特青训的一员。当他加入根特青训后，为了方便训练，父母帮他寄养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。他原本就不擅长社交，而寄宿生活只让他变得更加孤僻和沉默。和他沟通变成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，但真正让他感受到被世界拒绝的是14岁转投亨克青训之后。和以往一样，他安排在一个寄宿家庭。在俱乐部的第1个赛季，他埋头训练，几乎没和寄宿家庭的人有太多的交流。但赛季结束后，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，寄宿家庭的妈妈依旧笑着送他离开，语气亲切，甚至有些不舍。他以为一切都是正常的，直到他回到家，父母告诉他，他们不再愿意收留你了。他愣住了，问：什么？为什么？父母的回答让他终身难忘。因为你的存在，他们说你太安静了，没办法和你相处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反驳，只是站在原地，沉默地听着这句话。然后他走向家里的后花园，拿起足球，对着墙踢了好几个小时。没有人打扰他，也没有人安慰他，只有球不断撞击墙壁的声音。因为你的存在，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不停地回响。既然他们这么不喜欢我，那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他们错了。从那一天起，他不再期待被任何人喜欢，他只想变得更强。升上亨科2队后，德布劳内依旧低调沉默。他在替补席等待着自己的机会。他知道，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，他一定能够证明自己。一段时间后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一个星期五的夜晚，亨科2队的比赛。上半场，他坐在替补席，安静地看着队友在球场上拼搏。但在下半场，教练转头看向他，示意让他上场。这一刻，他等了很久。他站在球场上，随即掀起了一场属于他的风暴。一个下半场，他打进了5个进球。当中场哨声吹响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这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、不被重视的少年，他用一场比赛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。当你在足球中表现良好时，人们对你的态度变化真是有趣。多年后，德布劳内回忆起这一天，仍然带着淡淡的讽刺。这场比赛后，德布劳内迅速成为二队的首发，仅仅2个月，他就升上了一线队，成为常规主力。他踢得越来越好，终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，包括曾经拒绝他的寄宿家庭。一天，这位寄宿家庭的母亲突然来到俱乐部，她走到德布劳内面前，试图用笑容化解曾经的一切。她说：“那只是一个误会。如果这是电影，德布劳内或许会原谅他，微笑着握手言和。但现实不是电影。”他只是冷漠地回了一句：“不，这不是误会。你把我扔进垃圾桶，现在我过得很好，你就想让我回来？”那一天，他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足够强大，别人对你的态度才会改变。他从不期待别人的认可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足球世界里立足。在10到11赛季，德布劳内已经成为亨克的核心球员，在32场比赛中贡献了16次助攻，帮助球队夺得比利时甲级联赛的冠军。他的出色表现吸引了多家欧洲豪门的关注。最终，在2012年的冬季转会窗口，切尔西以700万欧元将他签下。当签约完成那一刻，他感到无比激动。这是来自英超豪门的认可，是所有年轻球员都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内心也有一丝不安。他知道自己仍然年轻，能否真正立足英超是一个未知数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加盟切尔西这样的球队是一个梦想，但现在我必须努力工作，以达到所需要的水平。”然而，他很快发现，切尔西并没有帮他当作即时战力，而是当作资产来囤积。当时的切尔西有一个惯例，签下年轻球员，然后立刻租借出去，以此培养他们，或者作为日后转会的谈判筹码。德布劳内也不例外，尽管他已经正式成为切尔西的球员，但他被立刻租借回亨克，完成赛季的剩余比赛。几个月后，他满怀希望地回到伦敦，想要证明自己，但迎接他的却只是季前友谊赛的短暂亮相。他的切尔西的正式比赛出场次数依然是0。不久后，俱乐部又做出了决定，将他租借到德甲的云达不莱梅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次租借才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转折点。这次租借发生2件影响他人生的大事，一件让他崛起，一件让他心碎。在不莱梅，德布劳内终于迎来了稳定的出场时间。当时球队正在经历重建，主教练托马斯·沙夫坚持使用4-2-3-1的阵型，但球队缺乏真正的组织核心。优秀的前腰已经离队，主教练手里只剩下一个选择：德布劳内。于是他得到了大量比赛机会，而他也用出色的表现回报了这份信任。他的视野、精准传球和进攻组织让不莱梅一次次的创造进球机会。他不仅帮助球队成功保级，还在33场德甲比赛中贡献10球9助攻，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。但就在他在球场上大放异彩的同时，场下的一切却变得支离破碎。在德国踢球这段时间，他最信任的朋友却带给了他最深的伤害。库尔图瓦，他的比利时老乡，切尔西的队友，曾经的好友。但在这一年，他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痕。当时，库尔图瓦被租借到马德里竞技，而德布劳内女友卡罗琳恰好去西班牙旅行。他本来是顺便去见见老朋友，但这次见面却彻底改变了一切。他们的关系变了，外界都以为是库尔图瓦挖了墙角，才让卡罗琳离开德布劳内。但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实际上，德布劳内先出轨，他曾和卡罗琳的闺蜜有过暧昧。卡罗琳对这一切感到愤怒和失望，而与库尔图瓦的关系更像是一场复仇。德布劳内从未公开谈论这件事的细节，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他和库尔图瓦已经从朋友变成了仇敌。这件事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私人关系，更让比利时国家队的氛围变得紧张，联谊室里的裂痕也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。
回到切尔西后，主教练已换成魔力鸟穆里尼奥，但这一次他的英超梦想却变成了失望。穆里尼奥偏爱防守稳固的中场，要求球员不仅能创造进攻，还必须积极回防，拼抢对抗。德布劳内只符合前半部分，他能创造机会，却不是一个拼抢型的球员。更重要的是，切尔西中场已经被顶级球员占据，前腰位置奥斯卡已经坐稳主力，边路有球队的绝对核心阿扎尔，中场还有传奇兰帕德，他被摁在了替补席上。但问题是，德布劳内的个性不允许他接受这一切。他刚刚在德甲踢出了出色的数据，回到英超却只能在板凳上浪费天赋。他尝试争取机会，但穆里尼奥态度非常的明确，其他的球员训练态度比他更努力。这句话意味着一切。仅仅半个赛季后，他不再愿意等待，强烈要求离队。他不想在这里等待机会，他要去一个真正信任他的地方。最终，德甲球队沃尔夫斯堡出手，以2200万欧元将他签下。离开切尔西，他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。在沃尔夫斯堡，德布劳内终于成为了球队的绝对核心。他不再是被冷落的替补，而是球队的进攻发动机。14到15赛季，他出战德甲34场，全部首发。每一场比赛，他都在证明切尔西曾经低估了他。在2015年1月份的一场比赛，沃尔夫斯堡迎战拜仁慕尼黑。面对德甲霸主，几乎没有人相信沃尔夫斯堡能赢。但比赛开场仅仅4分钟，德布劳内就用一次标志性的推进和精准实塞助攻队友破门，沃尔夫斯堡取得了梦幻的开局。下半场，他真正接管了比赛。在第53分钟，德布劳内高速前插，单刀面对诺伊尔，他冷静推射破门。第73分钟，他接到队友的直塞球，带球杀入禁区，在2名防守球员的包夹下，一脚精准推射，诺伊尔望球兴叹。当中场哨声响起时，拜仁赛季不败神话破灭，德布劳内2射1传，彻底摧毁了德甲霸主的骄傲。赛后，德国媒体这样评价他：这不仅仅是一场胜利，这也是德布劳内在向全世界宣告，我是世界级别的球员。这赛季他打进了10球，助攻20次，刷新德甲助攻纪录，成为全欧洲最具创造力的中场。从英超冷板凳到欧洲炙手可热中场大师，他只用了1个赛季。他表现震撼了整个欧洲，也吸引了英超的目光。此时刚被阿联酋财团收购的曼城正在打造一支豪门球队，他们需要一名真正的进攻组织核心。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凯文·德布劳内的身上，但曾经被英超抛弃的他，真的会选择回去吗？起初，曼城的报价并没有引起德布劳内太多兴趣。他在沃尔夫斯堡如鱼得水，刚刚进了职业生涯最出色的1个赛季，成为德甲助攻王和年度最佳球员，他没有理由离开。但曼城的报价一次次提高，金额越来越高，直到他无法忽视。他不会主动要求转会，他也不会强迫沃尔夫斯堡放人，但他知道，一支愿意为他砸下7500万欧元的球队，不会只是帮他当做普通的轮换球员。2年前，英超豪门切尔西将他弃之不顾，他曾经带着失望离开。现在，曼城正在敲门，他能确定这一次不会重蹈覆辙吗？但他最终明白了一个事实：曼城不是切尔西，他们愿意为他投入巨资，就是想让他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。2015年夏天，他正式加盟曼城，他回到了英超，但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被低估的小将，而是世界足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场大师。他的英超生涯终于真正开始了。曼城签下德布劳内时，主教练还是佩莱格里尼，但真正让他潜力全面爆发的是2016年加盟曼城的瓜迪奥拉。这位曾在巴萨、拜仁创造辉煌的世界级名帅，一来到曼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买人、卖人，重建球队。但德布劳内始终是瓜迪奥拉的非卖品。从那一刻起，曼城正式进入瓜迪奥拉的时代，而德布劳内则成为这支球队的核心、大脑、发动机。17到18赛季，曼城在英超无人能挡，他们用摧溃拉球统治力席卷英格兰，以创造纪录的100分夺冠，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一支100分夺冠的球队。德布劳内送出16次联赛助攻，荣获英超助攻王。他是这支史诗级曼城的节奏掌控者。
他巅峰状态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。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，比利时黄金一代迎来了最好的机会，而德布劳内站在了球队的核心位置。1/4决赛对阵5星巴西，面对内马尔领先的夺冠热门，比利时打出了一场经典的反击战。上半场，巴西防线出现漏洞，德布劳内在禁区外得球，推进，调整一步，抡起右脚，世界波，皮球像炮弹一样直飞球门死角，阿里松毫无办法。比利时淘汰巴西，挺进世界杯4强，最终他们拿下季军，创造队史最佳纪录。那一年，他统治英超，震撼世界杯，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，他都站在了世界之巅。今年是德布劳内在曼城的第10个赛季，10年时光，他见证了曼城从挑战者到统治英超，他亲手书写了一支王朝的传奇。6座英超冠军，1座欧冠冠军，2023年的3冠王，让他成为队史最伟大的中场之一。但现在，实验车轮开始推动他走向另一个阶段。最近有传言称曼城可能会将他出售。过去2年，伤病频繁侵袭着他，年近33岁的他似乎已经开始跟不上英超疯狂的节奏。可他的传奇已经刻在英超历史里，俱乐部的荣誉他难辨了，个人荣誉除了金球奖，他几乎已经集齐。他是曼城的传奇，也是比利时的传奇。未来他会选择继续留在英超战斗，还是寻找新的挑战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无论他的下一步是什么，他的传奇早已不需要再证明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他如何书写自己的最后一章。以上就是德布劳内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